大家午安，我们现在在哪一条林荫大道上呢？就是台北市的敦化北路的林荫大道上啦。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哪呢？噔噔噔噔，我们今天就要开箱台北最新开的顶奢饭店卡佩拉嘉佩乐酒店啦。那这个嘉佩乐酒店呢，在这边已经规划很久了。那这一栋是以前古老的时候，在我小时候的时候，这边是台北学院，那后来拆掉之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新大楼。那知道要盖饭店知道蛮久了，不过也是动工了好一段时间啦，终于落成了，在2025年4月1号对外营业。好，这个大门很漂亮，哇，一进来的氛围很不错。我想今天这一集的对标就是文华了，离文华非常的近，文华也在敦化北路上。那我刚刚是开车上来，会从这个卡帕跟头这边上来的。那这边的话，映入眼帘第一个是一个西点店，在这边，在这边吃个下午茶应该也是不错的。这是1楼的大厅的部分，这个旋转楼梯是他们的一个招牌，很漂亮。对，那这边前面的话就是我们明天要吃早餐的地方了，算是一个大厅的部分，1楼大厅。那这边我们就明早吃早餐，再帮大家来慢慢拍。那我们现在在等待入住的时间呢，我们先去2楼，因为健身房跟 SPA 都在2楼，我们去2楼看一看。饭店电梯的话也是像这样，就是刚盖好新的嘛，总之很漂亮。好，那我们现在2楼到喽，我们现在2楼到了。右边的话，这也是餐厅，是日式餐厅。对，这边的话，餐厅的数量其实还蛮多的。那往另外一边的话，就是健身房的部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雅廊好了。哇，现在这边是没有挂东西的，之后这边应该会办一些展览吧？对，这边是个 gallery 的空间。那这个卡佩拉的话，好像就是非常注重这个艺术。那刚刚大厅人员有跟我解释，就在他们大厅的那个地方，很多的画啊是从法国搬过来的一个艺术家，现在住在香港。那也有很多是台湾的原住民的一些排湾族的一些画。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SPA 跟健身房的部分。这间饭店只有不到100个房间，但健身房的区域的话是蛮齐全的设施。那因为毕竟新饭店嘛，所以你看这些设备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各种器具啊，像这种台子啦，然后跑步机啊，然后各种重训器材呀，其实蛮齐全的，给大家开箱一下。那以上就是卡佩拉的健身房的设施，它在2楼的 SPA 区的后面。那大家不用担心，健身房是24小时的。SPA 区如果关门之后呢，可以凭房卡走进来是没有问题的。从健身房出来的话，就是 SPA 的区域，所以 SPA 的话就在这个区域。对，这边是咨询的地方，然后这边做 SPA 的咨询空间在这个地方。对，所以它的 Fitness Center 就是在 SPA 区的后面。所以它如果在2楼的话，就是要从 SPA 区进来哦。这是 SPA 里面的厕所，那里面的话就是还有蒸汽室跟烤箱，所以里面等于也是个复合式的设施。大家如果想来蒸汽室烤箱的话，就可以来这边。像这边的话是 sauna。然后这边的话是 Steam Room。check in 的地方呢在14楼，所以我们现在14楼。那 living room 的话 check in 之外还会提供点，它下午有一些小活动。然后我们1楼就是晚餐，我已经订了这个 Amber 28的西餐厅了。那早餐的话也是在1楼。哇，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感觉跟氛围，这真的是一间很漂亮的新的酒店。这个14楼的大厅真的是美到不行。那两边的话，那边就是客房进去的地方了。好，那我们现在就到 living room 来走进去看一圈，空气中还闻得到新建筑的味道。这就是 living room 的样子，在大厅，非常的舒服。那刚刚我坐下来呢，他有给我一个就是迎宾的小点心，我们来看一下。这是这边的金桔茶，对，金桔茶。好，那我们来试喝一口。还有一块小甜点。那我们在等待办理入住的时间呢，我们就跟晃一晃啊。这边就是说，等一下傍晚会有一个简单的类似 Happy Hour 的东西，应该就在这边进行了。我们等一下傍晚再来这边看。哇，那这边的话应该都是随时可以取用的，这些小点心。
饮料哦，这边都是可以喝的。他帮我倒了一杯加佩乐的香槟在这边，然后那边3种饼干我各拿了1块，这是奶油饼干，这是巧克力饼干，这个很特别，这是那个谷汁，就是那个咸甜那个酱汁的爆玉米花，我们来尝尝看。这个是咸甜的，就是这个是谷汁的味道，很特别。爆米花这口味没吃过，香槟我们来喝一口香槟，那这个奶油这是软饼干，那巧克力那块是硬饼干。我比较喜欢硬饼干，因为平常我都吃白的。那今天我会吃这片，因为这个是硬饼干，这个很香。然后那个爆玉米花很有特色，配合他刚刚跟我讲，他们这边的话就是有融入很多台湾的特色，就像这个谷汁也是台湾的料理的东西嘛。就在丽碧轮大厅啊这个地方的这4幅画，对，我们来走近一点，像这2幅画。还有右边2幅画，就是所谓排湾族的艺术家的画品。那其他的画，这边艺术品其实蛮多，都是赫赫有名的。酒店本身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我刚刚拿的饼干的位置就在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对，就我刚刚拿就是3种饼干，这边也是刚刚的爆玉米花，然后这是软饼干的香草口味，这是硬饼干巧克力口味。那这边的时间的话，这些软性饮料还有这个咖啡都是可以喝的。哇，那现在走出来到这边丽碧轮的后面，就会像这样，就从这个丽碧轮这边就可以直接走出去了。啊，这跟文华一样，就会有一些这些东西，有西洋棋盘，也是蛮可爱的西洋棋盘，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游戏可以玩。这边的话有一间小小的一个会议室。这应该是个吃饭的地方，可以当会议室。他说这个侧门的话，都随时可以出去，所以我们要来赶快看看喽，后面的样子。哇，这就是泳池了耶！所以它的泳池就设计在 living room 的旁边，对，就是一个户外的泳池。哇，这个很棒哎！明天似乎就会是大太阳天的热天气了，那一定要来这边游个泳才行了。这个在都市有这样子的不简单呢。台北101就在那里了，这是寸土寸金的敦化北路上啊，有这样子一个14楼，这样子一个露天泳池，真的是超棒的耶！这是不是很有度假风的感觉呢？想象不到这是台北吼，是不是以为这像是什么曼谷还是什么东南亚地方呢？有没有露天泳池像这样而且高楼层在14楼有这样子的泳池，是不是很漂亮？哇，真的是好棒啊！而且这边客房数确实也不多，是个很幽静的地方。往年的生日，有时候想要住好一点，就在台北的话，就会可能去开过君悦总裁套啊，文华行政尊荣套。哇，今天如果这间不错的话，我今年生日是不是来这儿啊？那我们就坐在这个池畔，跟大家聊聊卡佩拉的小故事吧。卡佩拉这个 group 呢，现在有3个品牌在旗下运作。那最常听到就是卡佩拉的这个 hotel， 那这个全球的话目前是有16间。那另外2个品牌的话就是 Patina， 就是要博点酒店。那目前这个的话只有2间，在马尔地夫，然后再在大阪要开了。这个感觉是蛮不错的耶，下次去大阪也去看一下好了，对不对？然后再就是卡佩拉的公寓。对，公寓 residence， 那这个的话也是只有2间而已，在新加坡跟上海有2间。我们最常听到的卡佩拉呢，就是目前我想大家最常听到最有名就是曼谷卡佩拉。曼谷卡佩拉的话是曾经被评选过是前50大 hotel 里面的第1名，对，所以这个品牌也是非常响当当的。然后再就是新加坡的卡佩拉，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新加坡卡佩拉就是卡佩拉的酒店的第1间旗舰店，对，那它在圣淘沙的位置也是非常漂亮。有一次去新加坡玩的时候，刚好就遇到那个思想旅游的那个 CEO。刚好在那边要去看环境，所以他就住在卡佩拉。那我就说，我可不可以去参观一下房间？所以我有幸有一次去新加坡的时候啊，就是上一次那一次拍给大家看那个有没有连续4集新加坡的环宇一家贵宾室的那一趟旅行，大家还记得吗？我们有连续上4集哦，还没看赶快去看哦。那一次我就有去参观卡佩拉，所以我们现在给大家上一段卡佩拉新加坡圣淘沙的大套房的房间开箱。
那新加坡那一间的话，因为就是在圣淘沙，就是完全度假风，比较 resort 风啦。哇，这边还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我的妈呀，我太喜欢了。他问我说，101松山机场没有101有没有关系？我说没有关系，我是台北人，所以101我已经都可以，但我比较爱松山机场。其实我常常有时候出国到处旅游，就觉得我的家乡台北好可惜哦，就这些高级品牌怎么都没有来台北。像雅加达什么品牌都有，那台北一直就只有一间顶尖，就东方文华，就是对，就真的是最顶级的 Mandarin Oriental， 就是只有这一间而已。当然越多好饭店来台北当然是越好嘛，对不对？台湾观光也是很棒的啊。所以呢，这间卡佩拉非常漂亮，欢迎大家来台北玩哦。我现在参加的是卡佩拉他们下午3点钟的一个小活动，今天是减脂的活动，在等待房间时间，他就邀请我进来玩这个游戏。那我选这一张是因为这上面有一个星星，就是卡佩拉这边的招牌的一个 mark。对，那剪出来的答案会像这样，不过我的手没这么巧，应该做不出这么漂亮的东西。不过还是来玩一下好了，我们来试试看。我们把2张对齐之后，用罂粟机把它固定。所以意思就是我们要割是一次割2张纸，他们是用像是兽皮、叶子或者一些筋骨去建造。那因为这些材料成本低廉，所以在民间广受流传。那也有一说是古时候的女性就在嫁女儿的时候，她们的嫁妆除了送衣服、袜子、鞋子，那也会送一些简单的纸艺品。所以有一种流传是，它是古时候女子避雪的一项技艺。然后现代很多是运用剪纸在装饰上，增加一些年节的氛围。你完成了是不是？对，我完成了，虽然很丑。要不怎么说？那我们今天的材料是2张纸当做范本。那我们的房间今天这边1403。哇，进来之后，光是这个客厅就真的是非常典雅，非常的舒适。那关于 mini bar， 除了酒精性饮品之外，全部都是免费的。那这边水的话是使用这种都是玻璃瓶的，不是塑胶瓶的。对，那这也跟文华是完全同一款的，就是完全同一款的。咖啡机是可以把牛奶加热的咖啡机，也属于比较顶级的咖啡机。它的 mini bar 里面这些除了酒精饮料之外，通通都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酒精的话是要钱的，是啤酒，然后再来就是这种就是各式的果汁，对，各式的果汁，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啤酒的精酿啤酒，对，然后这个的话也是茶。然后旁边也是一大堆软性饮料啦，包含气泡水，所以而且他刚刚有特别讲，就是说这些饮料的话，喝完的话随时打电话，他们都会随时的补充，所以这都是无限的畅饮的。然后另外这一边的话，也有一些简单的饼干，像这些饼干的话也都是全部免费。而且他刚刚有特别讲，吃完都可以补，像这个是台湾的凤梨干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 mixed nuts 这些东西，所以东西是很丰富的。那这是标准套房设计，所以外面这边还有一套厕所。那大家看到了，哇，很熟悉耶，看到没有？这边的备品是这个绿色的 Benfour 然后房间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客厅，然后这边就是卧室。然后卧室的话，它是我小美系的设施嘛。小美系的话，直接给他一个指令，他就会帮您，就是像是您需要备品，或是我们的灯控、空调，或是我们的窗帘，都可以直接给指令，他就会知道要帮您就是关窗或是什么这样子。好的，对对对。然后或是您需要附近的设施，或是您需要到哪边的 ATM 捷运站都可以询问，他都可以回答。好的，对对对。然后这边有一些椅子，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先来看浴室的部分。户外区最厉害，我们最后再来看浴室的话，这边就是一个浴缸，对，然后这边也是 Benfour 的备品，然后这边还有一套厕所，然后这边是淋浴间，也是全套的 Benfour。那我们现在再出来看到外面，哇！大家看到这个户外区的，是不是吓死人了？这根本就是
这根本在东华北路这样子个地方，这根本就是比豪宅还要豪宅的存在了。而且游泳池，它刚刚说水是温水，对耶，水是温水耶，这水不是冷水耶，哇！然后还有个 jacuzzi 哦，这个是游泳池，就是个按摩浴缸的哦，真的是太享受了啦！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饭店设施，我觉得这个的顶奢程度，我觉得可以跟曼谷的 Rosewood 的那一间 Nara House 相提并论了耶，甚至我觉得有过之而无不及耶，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台北市最精华地区，台北的观光其实也可以很厉害的，这一间完全是真的是顶级呀，这泳池套房真的是太赞了。我要存钱订下一次的房间了。那我刚刚就是去下面晃一晃，吃个东西上来，那桌上就已经摆好了迎宾的东西喽。这2颗的火龙果，然后再有一瓶红酒，然后有个凤梨的可爱的陶瓷造型的东西在这边。然后再有2张卡片的话，当然一张就是思想的卡片，一张是卡佩拉的卡片。那这次我的订房也是透过我思想，那基本上我常常的一些奢华的旅游订房都透过思想，对，那给我很大的帮忙，非常的感谢。那这边也推荐大家使用思想的服务哦。那这边东西是比较简单的，那是因为我觉得，因为他们家原本就是已经是 mini bar， 全部都是免费了，对，所以如果这些要吃要喝的话，去 mini bar。现在是下午的5点半，那在5点半的话，就是这边简单的一个cocktail 的时间。对，那这边的话有提供了9款香槟的话有2种，那这都是卡佩拉自己的加贝勒香槟，那有一般口味的，还有这个是 rosé 口味的。然后白酒的话也有2款，这一款的话是 Riesling， 然后另外这一款是 Sauvignon Blanc。然后红酒的话也有2款，红酒一个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支红酒是这个。看起来都是不错的，除了刚刚下午出现过东西之外，还有就是一些莲雾啊，有莲雾不错耶，然后有苹果、橘子，那就可以在这个大厅很轻松的喝点小酒。那搭配这个有酒精的饮料的时间呢，就有个这样的小点心。今天的小点心的话是鸭胸，然后上面佐的是芒果酱，旁边的话是 cheese 布雷，然后有一些巴萨米克醋，还有一些蜂蜜做搭配。那这个我想都是很好的下酒菜。那我点了一杯 Chardonnay 在前面，那另外再点了一杯 Sauvignon Blanc 在后面，都是我喜欢的白酒系列。那桌上本来就还有附了一些 chips 啊，跟一些橄榄，都是可以下酒的。我们来尝尝看喽。先试试看它这个鸭胸佐这个芒果酱，就台湾风味的东西。这鸭胸好吃的，很有嚼劲，很香。再来我们试试看这个 cheese blade。这一看就好吃，巴萨米克醋还有蜂蜜，太好吃了。晚餐之前先来一点小东西也不错。我们再来吃一颗橄榄，再来个 chips。它这 chips 不是 potato， 是地瓜，不错。这个是卡佩拉的特殊饮品，它是红心芭乐的康普茶，只有在这饭店才提供哦，上面有写卡佩拉。非常的好喝，大家如果有的话，来一定要喝这个超好喝的。那晚上6点钟还会有一个 evening ritual， 我觉得夜间仪式，所以它 evening cocktail 跟这个 evening ritual 这2个是结合在一起的。那晨间也会有一个像仪式的东西，对，类似一些文化分享的东西。对，好啦，我们再多喝一杯，这酒不错哦。他选的酒蛮好，就今天这样看起来的话，他起码白酒3种，香槟2种，还有2种红酒，起码就7种酒，算是相当有诚意的。目前为止的体验都非常的不错，期待待会儿的晚餐。听说他们餐饮也是有下功夫的哦。这是晚间的仪式部分，那要讲跟台湾有关的故事，所以今天准备了这些台湾的东西。那就有这个金门的38跟58的高粱，因为这个看起来好像像馒头，又不像馒头，等一下听他来说好了。谢谢。今天真的非常有意思，他现在在介绍南机场的，就是历史故事，然后算是文化体验这样。然后这就是那个馒头，但是我没有吃过馒头配这个焦糖酱，超酷的，但意外的好吃然后金门高粱58高粱，
那我想这对外国人而言是很好的体验，因为台湾金门高粱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推广到国际的东西，所以他在这边就准备了金门高粱，有58跟38，当然是喝58嘛。Cheers。50, 50, 50, yeah. Okay, let's try. Small. Big. Big. Okay. Small. You need to get Oh, you need a pair. Okay. 2 pairs. Yes. So this is Big, big, yeah! I win! So everybody who is 和牛臀盖，所以这是3款中油脂感最浓的一个选择。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来自美国的纽约客，那它的由于是谷饲的原因，所以它的肉感以及吃的时候会有淡淡的谷物的味道。然后这个的话是利物，稍微可以闻一下它味道的不同。餐厅的环境还算不错，对，然后小小间的，然后这间是以直火炭烤料理为主。那现在第一道是一个猪肉的料理，它是一个像这样子的前菜，这是个 amuse 的部分，它是一个猪肉，然后有酸菜，有柑橘，来我们来试试看喽。清爽型的，还可以。这个面包的话是用阿里山乌龙去做的，然后奶油的话上面也有一层就是酱油做的酱汁，搭上一些坚果增加口感。对，这面包是蛮特别的，我们来吃吃看喽。他说建议先吃原味，这乌龙茶香是不错，所以吃进去的话，第一个感觉到的是奶油的香味，再来是酱油的香味，再来是坚果脆，最后才会吃到面包的茶香。这层次很多元，这面包给过，在台北来说算非常不错。那这是我们下一道料理是和牛塔塔的部分，旁边那个脆脆是牛筋的部分，那上面是腌制的莲雾。那这个和牛塔塔是用澳洲的 M9 的和牛生而去拌的，他说拌着这个牛筋一起吃，放上去，像这样和牛塔塔里面有一些莲雾丁，有一些甜味。然后配合上牛筋的口感，酥炸过，完全吃不出生的感觉，好吃。我们来试一口它这个小卷面吧。它汤的部分是用虾子高汤去熬的，然后面的部分就是用小卷去做的，就跟小当家是一样的。然后还有豆腐去做的，确实有嚼劲，有口感，蛮不错的。海鲜味蛮好的，配点白酒很好。好了，我们的鲜鱼来了。搭配的是马告胡椒，就是台湾特产的，然后地瓜泥，然后日本的大根，还有这个是地瓜叶，然后搭配这个鱼是红干，这边也有一些展示的就是红干。好，我们来吃一口鱼的味道喽。鱼的部分到中规中矩，我觉得精华在这个鱼的皮，这鱼的皮比鱼肉好吃。那我们期待下一道主餐。我们的主餐终于上来喽，那我们照片来呈现，我就不拿起来了。我点的是纽约客的部分，那这个酱汁的部分，主厨说是用格马兰威士忌，然后去做一些调制的，味道比较浓郁。那另外还有给这个叫做一个龙蒿的一个奶油酱，他说也可以搭配着吃。那建议的熟度的话都是5分熟。然后我们先试第一口沾这个牛排酱汁，主厨说他觉得这很适合烧烤口味，确实也是。再来我们试一口这个奶油酱，奶油酱很好吃，主餐不错。现在亲嘴巴，这个是阿里山的乌龙茶，加入了玫瑰花瓣，还有蘑菇，然后还有就是迷迭香。一般都是用 sorbet 的啦，他选择用茶倒是也蛮台湾风味的。我觉得蘑菇的味道比较浓，算有特色啦。好了，到最后的甜点了，这甜点叫做直火旺来香。那上面这是高粱，然后跟巧克力做的一个冰沙，下面的话就是一些凤梨啊，跟金钻凤梨做的东西，还有香蕉。香蕉做成有点像脆饼的口感，然后凤梨搭配巧克力，高粱确实有酒味，酒味的后劲还蛮浓的。最后配上咖啡，还有这个小甜点部分，这一餐吃完了，我觉得就是他想方法去运用了蛮多的台湾的元素，那这一点是我赞许的，因为我觉得有当地特色料理都是很好的事情，所以这点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这一餐也是很满意，那刚好就用了4项旅游给了$100的 credit， 那再补一些钱吃一餐，我觉得是蛮好的。这是今天晚餐的体验喽。
那我们现在吃完晚餐回来之后，其实刚刚下午他已经来过了，夜床已经开完了。在这些高级的饭店的话，这些 turn down service 是一定有的。那就在床边摆好拖鞋，那这个文华是完全一样的服务 style。对，然后在房间就会放好这些睡觉该有的东西，准备好让你舒服的睡觉的一些环节，包含床边的这些水呀，然后帮你把电线啊，你刚刚充电的电线，帮你把它折好收好啊，这都是开夜床的基本服务哦。这是泳池的夜景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是面向101的东边的部分，夜景很漂亮。然后今天刚好是满月，所以星空月亮非常的漂亮。我们今天下午在房间里面还有这些鸟啊飞来飞去，我们还一度以为是就是说人造的声音，就不是真的鸟叫声，非常的好。因缘际会，我们今天除了开箱泳池的套房之外，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隔壁的泳池的客房的样子哦。那这间泳池客房的话，外面一样是泳池部分，那个我们等明天白天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这边是泳池客房的双床房的房型，所以一般的房型的话长得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做一个完整的开箱。所以今天套房、客房我们都看到喽。那一般的客房的话，也是有一个简单的 mini bar。那大小大概就会像这样，也是一个很舒适的一个房间。然后浴室的话就会像这边这样，那这是一般的房间。那连通房的设计的话，就是可以给全家人的话，就是一间套房，然后一间客房，这样做一个很方便的使用，房间连通。那让我们看到这个房间也是一个很好的，也让大家看一下套房旁边连通房的样子。大家早安。现在早上7点钟，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呢？因为这个饭店的话，它早上7点半是有一个晨间仪式的，跟昨天下午那个仪式是互相对应的。那我们现在就到1楼去看看晨间仪式咯。不说的话，人家还以为是路边卖早餐的呢。在这边哇，真的很像路边卖早餐的哎，其实不是哦，这是我们卡佩拉的晨间仪式。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晨间仪式在做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样子的，大家看到我面前这一棵榕树很漂亮，这棵榕树非常的漂亮。那原来刚刚经过他介绍，因为敦北以前这边都是完全是农田，那包含那边在右边，还有后面的房子，然后还有这边左边还有1棵，然后这边的话总共是有4棵的这个100年榕树。那这100年榕树的话，都是受到台北目前历史博物馆的管控跟就是保护当中的，都是有 QR code 可以扫的哦，都是文物哦。所以它现在就是在这个榕树的下面摆来这些道具。那一都有意义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脚踏车，因为他刚刚讲嘛，古早这边都是农田，以前的人就会骑着脚踏车出来巡田，然后就要在榕树下面比较凉，听着收音机，因为当时还可能没有电视啊，没有手机啊，就要听收音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吃个早餐，就像这样。那早餐要吃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人大都是以面食类为主嘛，所以早上就是吃这个烧饼跟这个油条，然后还有豆浆。所以标配就是烧饼、油条、豆浆、收音机跟脚踏车，去呈现一个敦北古早的样貌。那如果有住这边的话，如果起得来，也欢迎过来这边体验一下这个有趣的仪式哦。那加佩勒的礼宾人员早上呢，就解释了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的一些理由。那理由就是，他就从加佩勒的选址开始说起了。而加佩勒为什么要选在东华北路这个地方呢？他的意思是说，因为这边是台北早期发展的地方，那是因为中山机场就在我们的右边，所以这些外宾人员都要从中山机场进来，就等于是个门户的概念。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个东华北路呢，从最早的10米宽的农间小地，然后日本人把它变成30米。后来美军金援就变成70米的大道，就现在这个模样。那外宾如果进来，就从中山机场直接走这个道路，然后到总统府。这边等于是台北早期的一个心脏地带，所以他希望跟大家介绍台北早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晨间仪式的活动。我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他就画了一张像这样子的地图，有一些附近的一些景点，对啊，虽然这个附近我是熟到不能再熟啦。不过听他这样讲历史故事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现在坐在榕树下喽。我现在有一杯豆浆，然后有一份烧饼油条。那早餐的话到11点待会再去吃。我们先来晨间仪式一下，等等等等哦。这烧饼油条还是热乎乎的呢。在这个旁边敦化北路车水马龙，然后
这样吃的烧饼油条，坐在榕树下，还真的有一种回到古代的感觉，真的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体验。咖啡啦，晨间仪式很赞，这个烧饼油条好吃，豆香好喝，仪式感很足，赞。这个泳池也真的是美得不像样哎，真的是美得不像样，而且今天天气好好，阳光照下来，在这个高空泳池14楼，这样看上去真的是好漂亮啊！这是早上我们房间出去的泳池的样子，哇，今天天气真的是好到爆啊！刚刚是外面的大众的泳池，这样这是我们的私人泳池，还有台北美丽的早晨。真的不像台北耶，前面的101，我们的景观。这是泳池客房的泳池的长相，所以跟泳池套房比起来的话，就是这边就是一个泳池，少了那个 jacuzzi 的按摩池。不过这房价差异差很大啦，少了那个池，我觉得以这个价格而言，有这样的一个泳池，其实也相当不错了。那我们从外面照回来看看房间的样子，就会像这样。那边一墙之隔就是我们的套房了，那这边是客房的部分。早餐这边的话，哇，这可颂看起来很好吃，然后有各种的蘸酱，然后面包种类是非常的多的。对，然后这边的话，哦，这边是沙拉的部分，沙拉也各种都有。然后在这边是起司的部分，还有冷肉，还有水果。新饭店真的是非常漂亮啊！这个酒吧还是很美，各种酒都有。我现在就在加佩勒的早餐的餐厅喽，我们来看一下早餐有什么。早餐除了含香槟之外，这 menu 有很多厉害的东西，我们来看看啊。吧台我们刚刚拍过了。早餐的部分除了有香槟之外，就是单点吃到饱了，是有点夸张。早餐就有生蚝可以吃，然后再来就是有蛋，随便你挑喽。再有加佩勒特制欧姆蛋、班尼迪克蛋、法式吐司烤布雷。这个的话就是加佩勒他们自己特制的红心芭乐康普茶，那这个我昨天有试喝过，这个非常的好喝，那早餐也是有提供的，就会像这样。然后早餐的香槟也出现喽。面包部分的话，我拿了4款，那从右上角那一款的时候，它是凤梨面包，那左上这块是芭乐面包，左下这款是芒果盒子，都是台湾元素满满的。那右下当然总是要试一口经典的可颂嘛，一家面包房好不好？可颂一吃就知道喽。我们的牛肉面来喽，那有配3个小菜，笋丝、辣椒跟榨菜，然后这是我们的咸豆浆。好了，我们夸张的东西出现了，这是生蚝。我们现在是早餐哦。那这个生蚝都是你要吃几颗都可以，就是让你随意的吃到饱，生蚝早餐吃到饱。然后这一道就是加佩勒的欧姆蛋，他们的特制的欧姆蛋。我们就先从牛肉面试起，就是我觉得牛肉面就是台湾饭店的一个标准评比，牛肉炖得非常软嫩，入口即化。这牛肉面很不错，细节都有调味，肉该软嫩的非常软嫩，面体没有煮烂，是有一点嚼劲的。最重要的是青菜，青菜的熟度刚刚好，没有过老，也没有过生，就是咬下去刚刚好。汤的部分也不会到很咸，这牛肉面不错哦。咸豆浆的话有放虾米啊、油条这些东西，这咸豆浆好烫哦，但烫的刚刚好。这口感很好，非常热，这是咸做的。再来，我们来试一口这个加佩勒的欧姆蛋，看看是什么味道呢？它就是台湾的菜包呢，它是9层塔跟萝卜干，就菜脯蛋啊。好，当地特色。
我们要来吃生蚝了。早餐吃生蚝，这好像我人生第一次哎。然后我们挤上一点点的柠檬，很新鲜，完全没有什么其他味道。这个萝卜糕有及格，这萝卜糕就是中等以上水准，但是就不到文华的那么顶。好，这是萝卜糕的部分。那手冲咖啡也是，你看完全是非常的煞有其事，就是给你先喝热的，然后还可以喝冰的。然后还有咖啡让你闻香，那他刚刚说先闻香，然后先喝热的，再喝冰的，要分成这样，所以连咖啡都非常有仪式感。我觉得这款冰的更好喝。接下来是葱油饼蛋，其实葱油饼是我非常喜欢的早餐，它的外皮走比较软的路线，我个人喜欢酥一点，后面就比较酥一点。不过它的葱油饼好处是不油，我觉得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它叫法式吐司烤布雷。它的话，它是法式吐司的一块，然后把它上面再做了一个烤布雷，所以应该是用喷枪喷上去的。所以这个应该烧切下去应该是酥的，我切切看，啊，没错，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侧面，切开就会长这样哦。这个我们要对比的对象呢，我目前吃过最厉害的法式吐司就是东京帕海亚，我觉得是我目前吃过最接近东京帕海亚的法式吐司。它的外酥内软，外酥有做到。内软的话，东京的会更软绵一点，但这个里面也算软了。然后整体味道最重要的是它符合台湾人口味，这不会太甜。东京的就有点太甜。这道法式吐司烤布雷，大家来一定要点，因为这样子组合比较少见到。接下来是看我们刚刚拿的面包的部分，我们拿4种面包。先试试看，这个是凤梨口味，它是有整块的凤梨的。这个如果喜欢热带水果会很爱。那我想芭乐应该也是意思一样，没错。这芒果盒子很漂亮，为什么叫芒果盒子？是因为这样，里面是满满的芒果，外面的话这就是丹麦的外皮，然后做成正方形的。我觉得芒果盒子表现很好。我们看看这可颂啊，这可颂跟文华平分秋色，都是非常好吃的可颂。不过文华胜在它的可颂会有咸的口味。这边橄榄油的话是这个牌子的，对，然后它是希腊的，有4种风味。蘸橄榄油吃就有一种1秒钟去欧洲的感觉。对，欧洲就是蘸橄榄油吃，就桌上就先会有橄榄油跟醋嘛。其实它面包房也挺厉害的。昨天有跟那个14楼就是接待我的那位 Jason 小聊一下，他原来是从那个大直万豪被挖过来的。对，所以这边应该也是有蛮多其他饭店过来的。这个做面包的不知道是哪里过来的，这面包的师傅是相当厉害。那它的粥品的话，它是一个咸粥为底的。那我想在台湾很多饭店都会有像这样粥的设计，会走一个比较清淡的一个香菇粥的味道。那早餐的环境整个也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它的早餐可以吃到11点哦，所以这个几乎可以当午餐吃，可以很悠哉的当做一个度假氛围。对，我想来这边真的就是不太像在台北的感觉，非常的不错。然后这边还有一样特殊东西哦，我们去看一下。这边有乳清蛋白耶，这边早餐就有乳清蛋白了，所以你可以马上楼上健身完之后下来就可以喝高蛋白喽。对，所以这边的东西的种类细致度是蛮高的。好啦，那我们最后就在我们的泳池套房来跟大家做我们这次卡佩拉的总结吧。首先就是有这些高档饭店在台北开幕都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那这个品牌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不过我觉得它很有趣的点就是说它很强调这些文化呀、在地的这些体验。它包含早餐的很多食材都有融入台湾的元素，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可以让你体验当地。我想外国人来会觉得很新鲜，像我们今天的那个早晨仪式啊，或昨天晚间仪式啊，不管高粱酒啊、烧饼油条啊，还有早餐的菜脯蛋啊等等，我觉得都满满的台湾味，所以我觉得都非常不错。那餐饮部分，表现也非常的可圈可点。那昨天晚上的晚餐，还有今天的早餐都很好。对，然后泳池客房的话只有4间，泳池套房的话是2间。泳池客房是只有泳池，泳池套房的话是2池，游泳池跟 Jacuzzi。那 Jacuzzi 的话就是有加热的。我想即便天气如果冷一点，泡 Jacuzzi 的话，我觉得那也是非常舒服的。那预约都非常满。我本来昨天问他说能不能多住1晚，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隔天就是全满，他就说没办法再订房了。对，所以大家如果想来体验的话，可能要赶快哦，手脚要快哦，就是真的是完全不像在台湾，好像出国一样。你可能会说东南亚这样的东西可能只要1半价钱，对，我同意，就东南亚可能很便宜，就是就这种标配，但是
我觉得台北是不容易的。那以上就是我对卡佩拉的一些感想。那这次我住完这间之后，我会想要再体验其他的卡佩拉。那不过我们还是最期待台北接下来的帕海亚还有四季陆续登场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就下一集的开箱或者是新体验再跟大家介绍喽，拜拜。